大家好，我是阿光。为什么饭店里面的手撕包菜这么好吃呢？其实这里面是有技巧的，这样炒出来的包菜清脆爽口，下饭下酒都非常的不错。如果平常你也喜欢吃手撕包菜，今天就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颗鸡心包菜，用刀拍一拍，我们要把包菜的组织拍远一些，然后在包菜的底部切上一刀。经过这样处理以后，我们的包菜叶很轻松的就全部掰下来了。包菜的营养十分的丰富，含有丰富的叶绿素和膳食纤维，经常食用对身体非常的有益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包菜撕成小块，这里我们千万不能撕太小，可以稍微的撕大一些，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更好一些。全部处理成视频中这样。包菜的硬心我们就不要直接扔了，我们把硬心放在一旁。做手撕包菜我们千万不能用刀切，像视频中这样，经过手撕的包菜红切面更大，更加容易入味。因为包菜梗比较难熟一些，我们就放在一旁备用。首先把包菜叶放在准备好的大碗中，接着往里面加入1大勺的食盐。因为包菜是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包起来的，难免有一些虫卵或者是细菌，食盐有消毒杀菌的作用。抓拌均匀，放在一旁浸泡10分钟左右。接下来我们再把包菜梗切成小块，包菜梗和包菜叶我们一定要分开来，因为它们的成熟度不一样。全部切成视频中这样，我们把包菜梗放在提前准备好的碗中，接着往里面加入少量的食盐，我们要把包菜梗腌制一下，充分的抓拌均匀，使所有的包菜梗都能够裹上薄薄的一层食盐，同样腌制10分钟左右。包菜要好吃，我们一定要准备一小块瘦肉，我们首先把瘦肉切成厚片，然后再切成小条，瘦肉也不要太多，1小块就可以了，然后全部切成小丁，丁也不要切太小，稍微的有一点颗粒感也是可以的。全部切成视频中这样，放在提前准备好的碗中备用。接着准备一朵清洗干净的香菇，我们把香菇先切成薄片。香菇不仅营养丰富，而且可以增加菜品的香味。同样我们也切成小丁，全部切好放在肉丁一起备用。下面我们再准备一小把去皮的大蒜，切成小丁，然后再剁成蒜末。大蒜我们可以稍微的多准备一些，增加包菜的蒜香味。全部切好放在准备好的碗中。手撕包菜离不开辣椒，我们准备几个小米椒切成小圈，如果不喜欢吃小米椒的，也可以用干辣椒来替代。全部切好和蒜末放在一起备用。下面我们来调个碗汁，空碗中加入1勺生抽，然后再加入小半勺的陈醋，接着再加入小半勺的蚝油，加入大半勺的食盐调味，接着加入少量的鸡精，然后加入少量的白糖，最后加入小半勺的玉米淀粉或者是土豆淀粉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把所有的调味料完全化开，用勺子充分的搅拌一下，搅拌均匀放在一旁。现在的包菜也浸泡的差不多了，我们稍微的清洗一下，然后放在干净的清水中，再次淘洗2到3遍，充分的把包菜表面的一些杂质全部淘洗干净，放在竹筛里面控干水分备用。现在的包菜梗也腌制好了，经过腌制过后，包菜梗也非常的爽脆。经过腌制以后，可以去除包菜里面的苦涩味。接着我们加入多一点的清水，把包菜梗清洗一下，去除表面的盐分，
这样做出来的包菜就不会太咸。充分的清洗干净之后，我们再用力拧干里面的水分。这里我们尽量的拧干一些，这样方便入味。全部处理好，放在准备好的盘中备用。下面我们开始操作，起锅加入少量的食用油，然后下入切好的蒜子、小米椒，开小火炒出蒜子的香味和小米椒的辣味。接着把切好的肉末和香菇也倒在锅中，再次翻炒均匀，把香菇和肉末炒香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借您花菜的小手点个赞再走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鼓励。炒出香味以后，我们再往锅中加入一勺红油豆瓣酱，再次翻炒均匀，把豆瓣酱炒出香味，炒出红油。如果不喜欢吃豆瓣酱，也可以用黄豆酱来替代。充分的翻炒均匀，把豆瓣酱充分的炒出香味以后，我们就把包菜梗倒在锅中，再次翻炒均匀。我们要把包菜梗的水分炒干，把包菜梗炒熟。因为包菜梗比较难熟一些，所以我们要提前炒制一下。如果放在一起炒的话，包菜梗还没熟，包菜叶已经炒烂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把包菜叶全部倒在锅中，把调好的碗汁也倒在里面。这里我们开大火，再次翻炒均匀，充分的把包菜炒至入味。很多人在做薯丝包菜的时候，总是在纠结到底是焯水还是直接炒。如果是焯水的话，营养很容易流失，炒出来的包菜也不脆爽。也有些朋友喜欢用过油的方式，过完油的包菜油太多，吃着也不健康。像视频中这样，把包菜梗和包菜叶分开炒，这样炒出来的包菜清脆爽口。这里我们一定要开大火，不停的翻炒，充分的把包菜表面的水分炒干，把包菜炒至入味。包菜梗已经提前炒制过了，所以翻炒的时间也不需要太长，大约翻炒个20秒左右就可以出锅了。一道营养又美味的薯丝包菜就这样做好了。如果你也喜欢，就赶紧收藏起来，做给自己的家人尝试一下，肯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总结一下，包菜梗一定要提前腌制一下，这样方便成熟，也方便入味。包菜叶下锅以后，我们炒制的时间不宜太长，只要记住这2点，你也可以做出比饭店还好吃的薯丝包菜。如果今天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